我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火葬场？等一下，前面的还没完事儿。老王，前面还有多少？还有一句，等那个烧完，就是你这个了，快得很。快得很！完了，是要烧我！前面那个烧的不错，你这个推进去做准备吧。我操！我没死！别烧我！诈尸了！诈尸了！快逃啊！我下来了，还有这奇怪的力量，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下午好，打工魂，欢迎加入地府。考核自动开启，血条透视功能，阴司审判初级，灵体压制初级，自动开启。是否开启考核？好的，已开启。开启过程需要18秒钟，请耐心等待。我他妈有说要开启吗？姓名周阳，职务试用期判官，技能已全部激活。当前阴德点1，主任务试用期考核需100功德点。当前任务：今天下午4点之前赶往东六路与春华路交叉口收魂。被动打工，不过不去会怎么样？难不成又要被烧？你是人是阿飘？是阿飘。这地方太热了，先出去再说。人间真好。这一次我会珍惜生命，还要惩恶扬善，赚够阴德点，活出个人样来。你别走！有事儿？你走了我怎么交代？怎么非烧了我不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是尸体，怎么能走呢？这人头顶的血条快没了，得坐公交车回家，我没钱。那个能不能借我点钱？钱？对，等我。我要现金。现金？不给。我会还给你的。您好，魔都安全管理局。我要报案！我被一具准备焚烧的尸体抢劫了！原来每个人都有血条，这就是血条透视技能。看来快到东六路了，得赶紧做好收魂准备。不知道生魂会有什么愿望。太惨了，这不是意外，是爆炸。这里就是东六路和春华路交叉口，这些遇难者就是我要收的生魂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炸了公交车。求你，帮我们找到凶手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求你帮我们找到凶手，我们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记得爆炸前，有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在公交车站递给司机一个包裹，说送到琉璃厂，有人收，然后就匆匆走了。肯定是那个包裹有问题。琉璃厂，穿黑色连帽衫，左脚微瘸包裹。我记住了。现在就去琉璃厂吧。
一定揪住。检测到生魂，是否开启地府入口？开启。当前任务：立即前往青阳玻璃厂收魂。躺下，你受伤了，快去医院处理一下。不用，我还有急事，必须马上走。什么鬼东西？比系统还吓人！先去吃个饭吧，我饿了。这么吵也没法干活。警告警告！故意逃避任务将直接打入18层地狱。服了服了，这是逼我往火坑里跳啊！头儿，不好了！郊区的青阳玻璃厂有员工被歹徒挟持，而且上次公交车上的伤亡者大多都是青阳玻璃厂的员工。奇怪的是，刚才有督察去附近探查，说看到厂区里有白影飘来飘去。快，用天网调取现场监控。我记得这家厂几年前就出过一次事故，说是有工人坠楼，后来就停工了，怎么又开工了？头，那个周阳果然进入厂区了，而且监控里有问题。你看这里有雾气，太诡异了。快，调集所有督察支援青阳玻璃厂，必要时可以击毙歹徒。等等，你们是怎么死掉的？还有，这厂里是不是有别的东西？我刚才听到哭声了。是被我们厂里开除的一个员工周阳，他开枪杀死的我们。还有厂里的那个玻璃女，她也回来了。什么羊？是3点水的羊。玻璃女，她来了，你听她的哭声。你们走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赶紧进地狱之门，别被他缠上。周阳，还好不是同名。看这情况，今晚厂里的伤亡肯定小不了。还有那个玻璃女，听起来就很吓人。要不我就在这里等着生魂出现。警告：距离太远，地狱之门无法接引生魂，需要10米内开启地狱之门。不是吧？又来？你，我靠！这是要把我往枪口上送啊！系统，你玩我呢？还有你这个玻璃女，别追我呀！我不是害死你的人。快走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还有鬼！那个玻璃女又出来了，她划伤了好多人，快逃啊！我也想走啊，可系统逼我进去。这要是被榴弹擦到一枪，不死也得半残。再被这个玻璃女缠上，我直接凉透。1楼就这么惨烈，还好这家工厂规模不大，现在又是晚班，人不多。躲是躲不过去。
让周阳跑了，为了人质的性命可以射杀。另外注意防范，厂区里有诡异的东西，保护好自己。是。谁在那里？别胡思乱想，可能是风吹的。专注一点，头说了，不能让周阳跑了。为了人质的性命，必要时可以射杀。周阳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给你赔钱，我给你道歉，求你饶我一命。这周阳穿的衣服和我一样，这要是被督察看到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周阳的血条只剩不到4分钟寿命了，太危险了！他手里有猎枪，贸然进去就是送人头。还有那个玻璃女，她好像盯着孙淼，可惜我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剩余寿命，不然也能安心点。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保安，那些欺压我的工友，还有你这个侮辱我的领导，还有那个时刻讥讽我的女人，你们都该死！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之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我错了，我给你赔钱，我给你道歉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毁了我的家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也配求饶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求你饶了我，只要不杀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看来不用等太久，孙淼和周阳都活不长了。等着他们死了，我再进去收魂，然后赶紧走，再也不回来这个鬼地方。愣着干嘛？帮忙！快过来帮我！不然他杀了我，下一个就是你，你也跑不掉的。你竟然杀了我！好家伙，这女的够狠啊！说开枪就开枪，接下来就是周阳了。等周阳死了，我收了他们的生，赶紧走。他就是周阳？不对，这里有问题。既然这个是周阳，那之前出现在门口监控里的周阳又是谁？头，工厂内部监控调出来了，画面虽然卡顿，但能看清周阳确实进了工厂，就在办公室门外。你看，这个才是周阳，他躲在门外没有进去。你说的周阳是哪个周阳？是办公室里的那个，还是监控里的这个？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被逼的。
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终于结束了，收了你们的生魂，我就能走了，再也不待这个鬼地方。就是我们厂子的员工周阳啊，左脚有问题，穿的是黑色连帽衫，那个躲在门外的我们不认识，不是我们厂里的人。住手！别开枪！那个不是凶手，是周阳，凶手是办公室里的周阳，已经死了。督察叔叔，我是良民，我不是凶手，别开枪，别杀我。是你一直在缠着我，我杀了那些人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原来他长这样，看来当年的事不只是被推下楼那么简单。废物，连个原料都搬不好，要是摔碎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孙哥，我下次一定小心。孙淼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至于这么凶吗？林晓，这没你的事儿，少多管闲事儿。以后他的事儿我就管定了。快走吧，我帮你一起搬。周阳，这里的日子太压抑了，孙淼也总找你麻烦，我们攒点钱，一起离开这里吧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尽快攒够钱，我们再也不回这里了，再也不受人欺负了。孙淼，你告诉我，周阳是不是没有偷原料？你是不是故意陷害他？是又怎么样？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你却偏偏看上那个废物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一路走好。你为什么会去青阳玻璃厂？如实交代。你和周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902公交车爆炸案，是不是也和你有关？哥，我比窦娥还冤啊！我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逼着去的。我也不想去那个全是玻璃碎片还诡异的地方。我可没有隐瞒，只是避开了系统和判官的身份，我不想被当成疯子。头，902公交车爆炸案的凶手确实是周阳，我们在周阳的住处找到了制作爆炸物的材料。死而复生，还卷入2起命案，差点被我们误杀，还好及时反应过来，这也太巧合了。好吧，抱歉，是我们搞错了凶手，签了字，你走吧。另外，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帮我们破了连环命案。没事没事，能帮上忙就好，只要洗清我的冤屈就行。姓名周阳，职务试用期裁官，当前阴德点35，协助或连环命案额外奖励10阴德点。主任务试用期考核，数据考核要求100功德值，当前任务已完成。阴德点涨了。兄弟，你这边没人吧？没人，你坐吧。哎，小伙子，我看你命格不太好啊。命格好不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只剩不到3年寿命，40多岁就英年早逝，可惜了。老板娘，垃圾清理费该交了啊。道兄，你看那2个人，你觉得他们能活多久？俗话说得好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千年。他们啊，活到78不成问题。5、4、3、2、1。
真香。哎呦，这人撞得真惨，死得好，天天收保护费，老天爷开眼了。你是怎么算到的？想知道？我不告诉你。老板多少钱？一共16。兄弟，你会看相算命，加个好友，我有门路，你我配合，赚钱6-4分，我6你4，5-5分，你6我4，这是最低限度了。3-7分，我7你3，同意就达成协议，不同意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你去就你去。那好，我的好友号 DDZ。骗子最爱用这里面。他身上有2个命格，我算不出具体寿命，可断生死的本领，我师傅都不会。这种命格才能精准预测生死，还不会遭到反噬。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当前副本任务：明天下午4点之前前往周家村收魂。不是吧？又来？周家村？难道说……小杨，你快回来！咱们村出事了，村长今天下午突然猝死在自家院子里，而且村里已经死了2个人了，都是这样，好好的人突然就没了。族叔，别慌。我马上就到，记住，别乱碰村长的尸体，也别单独待着。我能感受到黑气中藏着一股邪祟的力量。小杨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跟我去村长家。法医说是什么突发心脏病，可你想想，他才50多岁，身体好得很，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？而且前2个死者也是这样，村里的老人说是撞邪了。族叔，辛苦你了。村长猝死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？比如和谁吵架，或者见过什么陌生人？这些黑气绝非普通邪祟所能散发，得找到源头。村长死前和他女儿周雅大吵了一架，好像是因为周雅交了个男朋友，村长不同意，周雅就跑出去了。紧接着，村长倒在院子里，还有村长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我远远看到他身后有一道黑灵一闪而过，黑气特别浓，看不清是什么样子。等我跑过去，黑灵就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直观看到邪祟的痕迹。我能感受到黑发里的阴气和老槐树上村民身上的阴气同源同宗。族叔，你先进去，我在这里等一下，别乱碰院子里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些黑发。村长，你是被邪祟所害，对不对？你和周雅吵架，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周雅的男朋友到底是什么人？小杨，你能看到我是被人害的，是周雅的男朋友张浩，他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，来找我逼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对我动手。张浩被邪祟控制了，也就是说幕后有邪祟操控张浩害了你，但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仅仅是为了逼婚，还是为了周雅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张浩眼神空洞，像是没有灵魂，嘴里还念着奇怪的咒语，而且他的手上多了一个黑色的纹身，像是骷髅缠着手腕。
小杨，不好了！刚才有人看到张浩在村子里乱逛，眼神不对劲儿，还在找周雅，嘴里念叨着献祭、鲜血什么的，太吓人了。邪祟操控张浩，害死村长，或许不是为了逼婚，而是为了周雅的鲜血。村长的死可能只是一个幌子，目的是逼周雅现身。族叔，周雅和张浩认识多久了？张浩是什么人？雅丫头和张浩是在外面上学认识的，交往了快1年。前段时间张浩来过村子1次，当时就觉得他怪怪的，不爱说话，眼神也很冷漠。村长和周雅吵架，除了不同意他们结婚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好像有。村长猝死前偷偷跟我说过，他发现张浩不对劲儿，有时候会突然发呆，嘴里念着奇怪的话。这个邪祟很狡猾，不直接出手，而是操控张浩当傀儡，既害死了发现秘密的村长，又能逼周雅现身，一举两得。族叔，你在家待着，别出去，我现在就去找张浩。找到周雅，完成仪式！找到周雅，完成仪式！纹身的纹路和院子里黑发的气息同源，难道这纹身是邪祟操控张浩的媒介？张浩，醒醒！你被邪祟控制了！到底是谁？张浩，清醒一点！滚！都去死吧！周阳，这小子被邪祟深度操控，别跟他硬拼，先压制住他身上的邪祟。我追踪邪祟的灵力波动过来的，这邪祟不简单，操控人的手法很诡异。我查到幕后有个邪祟操控了张浩，目的是夺取周雅的鲜血进行献祭。我查到的和你差不多，而且我还查到周雅的血脉很特殊，能滋养邪祟，增强他的力量，这就是邪祟要夺取他鲜血的原因。不好，这邪祟在借助张浩的身体调用周围的阴气。张浩，周雅在哪儿？那个邪祟在哪儿？破庙，周雅在破庙，仪式鲜血解除封印。不好，邪祟要再次控制他，我们没时间耽误了，赶紧去村后的破庙找到周雅。完了，周雅就危险了。周雅，别挣扎了，只要用你的鲜血完成献祭仪式，我就能突破封印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到时候，整个周家村都会成为我的养料。我们分两路，我去救周雅，牵制张浩。好，你小心，你去对付那个面具人。张浩被邪祟深度操控，已经失去理智了，下手别留情。休想伤害他们！你到底是谁？就凭你们两个也想坏我的好事，简直是自不量力！张浩，杀了他们，完成仪式。至于真相，等我解除封印，你们都成了我的养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张浩，醒醒！你看看我，看看周雅，你不能再被邪祟操控了。那个面具人在利用你。等仪式完成，你也会被他吸干生命力。张浩，醒醒！我是雅雅，你别再错下去了。那个面具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我的鲜血？我爹是不是被他害死的？废物，连一个人都杀不了，还敢反抗我！周阳，小心！面具人，你不敢说出真相，是不是因为你的本体很虚弱？一旦封印解除失败，你就会彻底消散。咱们家的血脉能克制世间邪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轻易动用。张浩，醒醒！我爹说我们家的血脉能克制邪祟。不要，那是我的养料，不许你浪费！
你的血脉只能用来解除我的封印，不能用来救他。面具人身上的黑气在接触到周雅的鲜血后会快速消散，这就是他的弱点。周缺，用白光加持周雅的鲜血，他的血脉是邪祟的克星。面具人，你的本体是不是就藏在周家村的某个地方？雅儿，信我。拿命来！雅雅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被邪祟操控了。他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就给我种下了黑气，逼我去找你爹逼婚，还说如果我不照做就杀了你。不，我不甘心！张浩，你这个叛徒！周阳、周缺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可恶！周阳，你怎么样？别追了，邪祟已经拿到部分仙液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。我们先处理你和雅雅的伤势。没事，邪祟的本体在村后山洞，只要我们找到山洞，就能彻底将它消灭。雅雅，对不起，我被邪祟操控这么久，生命力已经被邪祟耗尽了，我活不成了。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张浩，你别离开我！对不起，我也有错，我不该不听我爹的话，不该和你吵架，不该不知道我爹的苦心。周雅，别难过，张浩是被邪祟操控的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邪祟的本体，为他报仇，为村子里的死者报仇。我要和你们一起。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山洞，在他解除封印之前，彻底消灭他，揭开最后所有的真相。好了，你们体内的阴气已经驱散的差不多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那个邪祟拿到了雅雅的部分鲜血，受伤不轻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。我没事。周雅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邪祟、关于封印、关于我们周家血脉的更多事情？我爹的书房里有一本古老书，我小时候我爹不让我看，现在想来他是怕我知道真相后被邪祟盯上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那本老书。这里是我父亲平时待的最多的地方，如今物是人非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盒子，老书就在里面。我爹说，这个盒子只有我们周家的人才能打开。100年前，周家村出现过一个邪祟，名叫黑灵，它的本体是一缕凝聚100年阴气的黑灵，由无数枉死之人的怨气凝聚而成，靠吸食生魂和特殊血脉为生。当年他残害了周家村很多村民，无恶不作。后来我们周家的先祖用自身的血脉配合秘术，将它封印在了村后的山洞里。黑灵，难怪他想要夺取你的鲜血，他是想解除封印，恢复自己的力量，然后继续残害村民，吸收更多的生魂和特殊血脉。没错，书上说黑灵被封印后会留下一缕分身，等待机会，他的本体还在村后的山洞里被封印着。而且书上应该也记载了彻底消灭黑灵的方法吧？书上说，用我的血脉加持你们的灵力，配合先祖留下的封印咒语，就能彻底净化黑灵的本体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不管有多危险，我们都必须去村后的山洞，彻底消灭黑灵，不辜负村长的期望，不辜负周家先祖的苦心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乱碰山洞里的东西。小心，这里不对劲，阴气很重，跟紧了。就是他，他手里的瓶子是周家的玉瓶。你们竟然敢找到这里来，真是自不量力！黑灵，你作恶多端，吸食生魂，妄图挣脱封印，残害世人。你以为仅凭几滴鲜血就能打破100年封印？太天真了！去！找到了，黑灵，你以为夺走我的几滴鲜血就能掌控我的血脉？今日我便用我的血脉唤醒先祖的力量，彻底消灭你！可笑，就凭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的血脉，也想对抗我？
我稀释了你的鲜血，早已与你的血脉产生羁绊。你越是动用血脉之力，就越是在助我增强力量。等我彻底挣脱封印，第一个就吸干你的血脉，让你亲眼看着我毁掉你的族人，毁掉这个村子。周雅。不自量力，都给我去死！挡住他！快，时间不多了！你们休想！不，你不能激活封印！停下！快停下！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一旦失败，整个村子，甚至所有人都会被黑灵残害。周雅，坚持住，再坚持一下，只要激活封印，我们就赢了。你的结束到了。梁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点脱离。黑灵被封印了吗？所有的阴谋，所有的牺牲，所有的真相，都在这一刻彻底落幕。封印住了，彻底封印住了，他再也不能出来作恶了。所有被他残害的人都可以安息了。太好了，终于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归平静了。回归平静，以后我们都好好的。你是人是阿飘？周阳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人啊，老陈，你看清楚点儿。你怎么证明你是人？别是我眼花了，或者你变成阿飘来吓我。你看，安全管理局开的证明，证明我没死，是医院误诊了。导员，老陈，抠脚公主，喂，你干嘛去了？怎么没死透？想来上学啦？不是，而是想你了。其实心里还挺感动的，他竟然这么在意我。油嘴滑舌，我可不会给你恢复学籍的。老陈，看你这话说的太绝情了吧？你开班会抠脚的事情，我可是有视频做证据的哦。删了，快给我删掉，不许留着。你抠就抠了，为何抠完还要闻一闻？告诉我是什么味道？找抽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你？虽然您抠脚，但是你给我的 QQ 留言，我可是看了的。你说周阳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善良、最可爱男孩子。虽然你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但你一定要记得，最温柔的陈静老师一直想你，比心。周阳，你闭嘴！谁让你看的？老陈，我就想问一句，你比心的那只手是抠脚皮的那只手吗？周阳，我杀了你！
还好，学籍的事情他会帮我办好。他的血条怎么不足了？希望没事。宿舍群有动静。老周的东西你最后走之前收好了吗？放心，都放好了，打算寄给他家里去。唉，再也没有人一起打麻将了。这帮家伙还挺念着我。怎么不晚死一天？我10号环华贝。兄弟，我认识一个老板，贼有钱，想算算自己还能活多久，出价1万，你来不来？刚回来就有生意，1万块，正好解燃眉之急。两位客人，老板来了。诸位久等了，听闻先生们在魔都名气不小，这次也是托人才找到您。哪里，我就是会看人有无福气，但是我师傅的关门师弟能断人生死。我师傅怎么说？师弟是判官转世，就这断人生死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周兄，我不是听你说，你师傅就收了你这一个徒弟，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位？哼，看来你师傅的门关得不严啊。哦，这位小先生本领如此了得，不如看看我这管家何时生死如何。我看管家一生劳碌命，苦命人。管家能进入赵府做事，不敢说是大富大贵之命，但是在赵老板福气影响下，未来也是儿孙满堂，阖家幸福。正如师兄说的，管家命不好，而且我看他寿命不到1年，应该是有绝症的样子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对了，我的管家确实身患绝症。那你们看看我能活多久？我看赵老板福气冲天，活到90岁没有问题。这长命100岁太假了，反而会引起怀疑。90岁刚好，既吉利又不夸张。赵老板，你阳寿还剩下20年零3个月。哟，这是骗钱不打草稿，说的这么详细，真当自己是判官啊？确实没办法证明我对赵老板的预测。但是，我预测你还能活2天，你将死于9月2号晚上11点。你这是咒我，还讲不讲职业道德了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赵老板，2天后您自己验证。好了好了，诸位也是高人，除了每人1万的定金，这4万尾款也都给你们吧。多谢赵老板，那就不打扰了，日后有事儿联系老周。兄弟，这钱是不是要重新分一下？我还差5000块。今天5000块是惩罚，以后好好干。兄弟，咱好好说，是老哥错了。哎呀，造孽呀！去海光旅馆。本来打算回家，但是这2天要开学，就不回去了。刚好身上有钱，不如潇洒一下。帅哥是去民工路的海光旅馆吗？妈的，
只剩下10分钟寿命了。我看不到自己能活多久，但师傅要是死了，我估计也没有好结果。最主要的是，从这里到海光旅馆要20分钟。还是去丹丹大学吧。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改变一个人的寿命。魔都交通广播插播一条突发消息：明光路与东六路交口发生一桩连环车祸，一辆出租车钻到了大巴车底下，2位司机当场死亡，2名乘客重伤，另有多人受伤，还请司机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，同时避开事发路段。还好没去明光路。获得应得点+2，当前应得点47。业绩增长的速度超出我的预料，真是感谢996福报。找陈静吃个饭吧。我被通缉的时候，他作为辅导员，还敢打电话通知我，这份情我得记着。别看别看，免得脏了眼睛。你说那是他第几个男友？9个。我们就上了9个学期的课，他就交了9个男朋友，这样的日子应该会很充实吧？你帮他充实过没？手都没摸到。天地良心，我可是魔都小单纯，迄今为止也只充实过2个姑娘，不包括她。说，充实了哪2个女朋友 ？No， 左姑娘与右姑娘。就知道你特么的没好话，能不能正经点儿？这就是正经的跟你说啊。谢谢你让我自己有手。我没问陈静前女友在听闻我死讯后的反应，因为我知道她肯定哭了，但肯定是在别人的宝马车里哭，想想都觉得恶心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姓名周阳，职务试用期判官，技能血条透视，阴司审判初级，灵体压制初级，当前应得点47。主任务100功德考核，当前任务3小时后前往市中心商场收魂，完成任务可获得应得点+5。收魂嘛，快吃，吃完带你去市中心商场逛逛，正好消消食。真的？那我快点吃。我们去看看吧。别看，他们配不上你。不，我就看，都不买，看看怎么了？欢迎光临，请问是要买钻戒吗？我们店里的新款能锁住爱人的心意哦。别看了，明天带你买黄金，黄金保值，比钻戒实用多了。快走！他不是普通人，是鬼影的宿主。杀人了！珠宝店抢劫杀人了！快报警！刚才那声音是枪响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我能做的只有先带陈静离开险境，至于其他人能不能多活几，就只能看运气。太危险了！周阳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？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不对劲了？
还有刚才那股冷意，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。猜的，你信吗？不过说真的，我刚才就觉得那珠宝店怪怪的，总觉得不舒服，所以才拉你走。疼，你捏得太用力了。还有，我才不信你是猜的，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。鬼影还在珠宝店里，正在吸收生魂的力量，变得越来越强。宾格点+2。我知道我走不了，就算走了，也会被督察叫回来做笔录，而且那鬼影不除，还会有更多人受害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刚才大喊示警的人吗？麻烦跟我们走一趟，做个笔录。别怕，我去就回。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。姓名？男，不，我是周阳，身份证是340。周阳，倒是耳熟的很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当然熟悉，因为我上次死的时候就是你出勤的，那时候你应该还在蛋蛋大学片区。怎么，刘督察贵人多忘事儿啊？你不是死了吗？当时法医都确认过了，火葬场那边也有记录，你怎么会？这件事儿就说来话长了，还要从火葬场说起。那时候我其实没死，是被……态度端正点，别七扯八扯。我问你，你到底为什么提前拉着你女伴离开珠宝店？你怎么知道会有危险？不能暴露自己能看到血条和鞋色的秘密，也不能暴露系统，只能暂时编一个理由先应付过去，等拿到机会再回到珠宝店查明鬼影的真身。明明是你要听的，现在还怪我，真是冤枉。当然，这些话我也只能在心里比，可不敢说出来，不然又要被训了。因为那店员上来就给我推荐钻戒，我一个学生哪里来的钱买钻戒，所以掉头就走了。但是我转身的时候看到那男人怀里有枪，出门之后就喊了。你仔细看看，上面的内容和你说的一致吗？一致的话就签字确认。另外，这段时间不要离开本市，我们后续可能还会找你了解情况。这是珠宝店里鬼影的气息，他在提醒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没问题，我会配合你们的调查，也不会离开本市。对了，刘督察，珠宝店那边除了死者，还有没有其他异常？比如奇怪的珠宝或者奇怪的人？异常倒是有一件，我们在珠宝店的货架上发现了一枚钻戒，戒托上的纹路很奇怪。死者是珠宝店的店员和一个路人，致命伤是枪伤。但奇怪的是，现场没有找到弹壳，而且死者的脸上都带着诡异的笑容，像是很满足的样子。那枚钻戒，死者脸上的笑容应该是被鬼影吸收了生魂，陷入了幻境。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可能是那枚钻戒有问题，毕竟现在的珠宝很多都是仿品，说不定里面藏着什么东西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记得保持电话灵通，我们随时联系你。还我的钻戒。放心，我会查明真相，还你一个公道，也会阻止你再伤害无辜的人。该结束了。你们所有人都该死！原来你在这里，你就是这珠宝店的诡异。那枚钻戒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？那是我爱人给我买的七夕礼物。他说这枚钻戒能让我们一生相守，可他却骗了我，带我别的女人跑了，还害我车祸身亡，我不甘心。阿哲，说好今天去唯一之爱买订婚钻戒的。老板，我们不合适，到此为止。
你叫林婉，七夕被阿哲背叛，赴约路上车祸身亡，含恨而终。是他骗我，他说钻戒能锁住我们的一生，他背叛我，你敢信？我知道你很痛苦，被爱人背叛，含恨而终，换作是谁都会不甘心。可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没有做错什么，你吸收他们的生魂，只会让自己的怨念越来越深，最终魂飞魄散，再也无法转世。我不甘心，我只是想要我的钻戒，想要他给我一个说法。我错了吗？你没有错，错的是背叛你的人。但仇恨解决不了问题，放下执念才能解脱。这枚钻戒，我会帮你收好，让它不再伤害任何人。谢谢你，终于有人能懂我了。阴德点+5。晚上别瞎开门，你那边是老红灯区了。啥叫红灯区？魔都小单纯不懂。别人敲门，别瞎开就行。别说，真有人敲门了。别理他们。谁？帅哥，要服务吗？原来不是快死了还做服务，是被这脏东西缠上了，成了他的傀儡。啥服务？我倒是想听听。不同服务不同价格，看小帅哥你嘞。如果你还有半个小时的生日，如果你能自己做主，你会选择做什么？我想回家。结束了。你没事吧？帅哥，要服务吗？啥服务？不同服务不同价格，看小帅哥你嘞。如果你还有半个小时的生命，你会选择做什么？老娘希望死在男人床上。如你所愿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在杀人，麻烦开一下门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人杀人，地址是海光旅馆4514。怎么又是你？不会又是你发现有问题的吧？督警叔叔，这次就不要我去派出所做笔录吧，这里都有监控，我清白着呢。也是无奈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那个女人和你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不过差点就发生关系了，还好我守身如玉。卖淫惯犯，拘留15天是跑不了的，偏偏只剩16天命。他那句死在男人床上，怕是真要应验了。今晚倒是自作多情了。
都说了不要服务了。哎，老陈，你怎么来了？方才在朋友圈刷到了，这旅馆今晚是不是差点出人命？你没事吧？放心，跟我没关系，凶手已经被抓了。不过老陈，你这么关心我，别自作多情。你要是真死2回，我这辅导员也别干了。今年差点因为你的事儿，绩效全扣没了。行吧行吧，看天色这么晚，你这几天忙着入学的事儿也累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在隔壁开了房，4510，你也早点睡。这次偏要多管闲事，或许他们都是可怜人吧。孤儿考上这里有多难？以前拼了命想证明自己，偏偏为情所困，差点送命。智者不入爱河，以前是真傻。兄弟，免费领苹果手机要不要？全新的，当场拿。免费？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真免费！你只要下载我这个黑分机 app，实名注册就行。手机就在马路对面手机店，当场注册，当场拿。可以裸贷吗？可以。不接受，你又不是女的。好好享受时光。美女，免费领苹果手机要不要？该死的人总是惺惺相惜。上学期老陈专门开班会讲过的套路，他会不知道？无非是欲望压过理智，消费能力跟不上野心，结局早就定了。我又回来了，群里说他们仨昨天就到了，包夜网咖估计现在还在补觉。阿飘！听说我的内裤你也要？不对，你怎么有脉搏有温度？你是周阳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我被救活了。啊！你不是被医院宣报死亡了吗？怎么活了？那天我们都在医院，医生亲口说的，我们还摸了你的身体，凉透了。其实我没死，就是陷入假死状态了，回家的头七就醒了。前几天也来学校找老陈恢复了学籍。妈的，谁顶我？兄弟，那人真的死了，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你这本事也太神了，就是快跑啊！知道了。别急着挂，人家赵老板听说了你的本事，想请你做他的专属生命顾问，给的价钱绝对到位。没兴趣，还是做一件事给一次钱比较好。赵老板无非是想利用我赚钱，真当我傻？他找我做的事儿能有什么好事？我操，烦不烦？晚8点，学校门口附近的蛋蛋街咖啡厅见面。微信早拉黑我了，现在知道什么？真当我信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。你要有事现在就说，我忙着呢。跟一个活不过半年的人没什么好聊的。学校关于我的流言，是不是你在背后造谣？周阳，你就是个小人！造谣？我没那个时间。再说，人家那叫造谣吗？那叫纪录片。顾心怡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周阳，站住！大家都看看，这个男人就是个小人废物，他追不到我，得不到我就想毁了我。得到你？你以为你下面兴了金鞭啊？顾心怡，你时日无多了，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，有没有艾滋病、梅毒什么的。
好好度过接下来的最后日子吧。你嘴巴吃屎了吧？你这个垃圾！我看你一个暑假瘦了不少，之前是不是有过发烧、拉肚子、吃药老过？最后自己莫名其妙好了。他怎么知道那段时间的症状？他怎么会清楚？我之前送过你一副耳机，请拿到淡淡路的真情咖啡店，谢谢。哦对，还有这么个东西，顾心怡用的，以前当宝贝似的，现在想想真傻。别人的东西赶紧还了，省得麻烦。记住，只要周阳一到，就按我说的做，让那3个废物弄死他。若是敢耍花样，身上的咒术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又是一个快死的，跟顾心玉还真是般配。说起来，倒有几分同情他，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。兄弟，听说你骚扰我女朋友，活腻歪了是吧？就这点本事，喂，110吗？淡淡路真情咖啡店有人打架，打得很厉害，快来！要不是在周家村受了重伤，我怎么会找这样的废物办事？都别动，老实点，跟我们回安全管理局接受调查。说吧，为何要斗殴？我没斗殴，我是来还东西的。QQ 聊天记录可以作证，但是监控里我们清楚看到你动手了，把人打得不轻。是他们先围住我，不让我走，还先动手打我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再说，3个男人1个女人围堵我1个，这叫斗殴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双方都动了手，最好是和解。和解不成，双方都要拘留。拘留？留案底就麻烦了，得想个办法。斗殴是斗殴，挨打是挨打，能一样吗？如果你要这么做，那我只能联系校长。你们之前老领导陈芳估计不会这么做事。扯虎皮吓唬人罢，校长可能没陈芳好使，但他们肯定不会去问我和陈芳的关系。你的事情查清楚了，你没事了，但是不要和社会上青年有交集，好好读书。老陈，哦，顾心怡，站住！给我回宿舍！我不能被学校开除，就算我爱钱，但没有大学生的身份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不能反抗陈静。急着走什么？跟我回家！我的包，别捡！亲爱的，别看，求求了，把纸还给我！婊子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还反了天了！刚放你走，又在这里闹事，铐住，带走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种病一旦被人知道，我就要被所有人指指点点，我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他的死肯
肯定和这个病有关。顾心怡，你等等我，别跑！放心吧，一个贪图喜乐的人不会放弃生命的。小兄弟，有个富豪子弟，请你去算命，就在今晚8点。多少钱？给10万，你7万，我3万，这次绝对真实，不骗你。好，晚上8点，开车来蛋蛋大学南单门接我。7万块，加上我手里的4万，就能过10万了。请进。从赵老板口中得知2位，才知道神人也在凡间。能请到2位，我不胜荣幸。面色红润，看起来身体很好，但寿命只剩下10天了。荣总言重了，不知道要算的人在哪里。好，2位请跟我来。还有9天的寿命。多谢2位，这是10万现金，一点心意。荣总客气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管家，替我送2位贵客，请。兄弟，真服你了，一句话就值10万块，这7万是你的，你点点。7万加上我卡里的4万，一共11万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荣氏家族有上市企业吗？有啊，荣氏地产，目前公司市值500亿，荣家绝对控股，大概有300亿的市值属于荣家。老周，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。哎，您说，我都听您的。做空荣家的股票。我操！我把这一茬忘了。那老人是荣总父亲，也是荣氏地产的董事长，是公司的灵魂人物。他一旦死了，荣氏地产的股价肯定会大跌。我现在就送你回学校，等我回去就看盘，明天一早就下单。帮我开个户。孙美美，指导用户填一下资料。先生您好，我叫孙美美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来帮您办理开户手续。先生，加我微信吧，以后您有任何股票和理财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在微信上问我。荣氏地产的股票，等着我。周阳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不去上课？我啊，肚子疼，在厕所呢。快给老子滚回来！顾心怡男友来学校闹事儿了。姓名：周阳，职务：试用期判官，技能：血条透视，因私审判初级，灵体压制初级。当前阴德点54，主任务：试用期考核数据考核要求100功德点。当前任务：1个小时后前往蛋蛋大学行政楼302收魂。糟了，怎么回事？上次看还有10几年寿命，怎么只剩不到3分钟了？周阳，听说你与他在学校外面斗殴，都被督察抓了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，督察都认定我不是斗殴，倒是这人主动找人围殴我，还被执法者拘留了。但是你乱搞男女关系，还和外面的男生发生冲突，你当学校的纪律是什么？主任，我可以证明周阳是无辜的。不要说了，上次命大没死，现在又去外面惹事儿，为了学校声誉，我一定要开除他。什么叫乱搞男女关系？我只说一遍，我与那顾心怡嘴巴都没亲过。这男的就是顾心怡备胎，除了这男的，顾心怡还有7个男朋友。我弄死你！他有艾滋病，离他远点儿！住手！你还想再杀人吗？顾心怡，你作风不正，挑拨是非，害我至此，学校开除你，一定要开除你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
警！快叫救护车！顾心怡，结合你在校期间作风不正、挑拨同学冲突，现正式通知你，学校决定开除你的学籍，后续相关手续会通知你办理。周阳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不会放过你。大师，我被学校开除了，还被人算计，求您帮我报仇，我愿意配合您做任何事，只要能弄死周阳。周阳屡次坏我大事，我一定要弄死他。有试验品送上门也不错。哦，倒是省得我再找你。想报仇就得付出代价。我愿意，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一共赚了12万4，大赚！兄弟啊，你对我还藏私啊？你早就看出荣耀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不给我说啊？我还是你的小心肝吗？啧牙笑。滚！老陈，今天怎么没看到你人影呢？滚！我生病了。在哪儿？医生啊，能不能再救救我？哎，我们尽力了。你妻子本身就得了癌症，这次肠道大出血，多器官衰竭，我们无能为力了。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子。大夫啊，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婆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求求您了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医生伯伯，你救救我妈妈吧，求求了！回去。他的情况有点像我上次的样子，不过他身子骨早就坏了，就算救活也没多少日子了。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运气好，这一次除了身体机能，意识也恢复了。再往后的情况我也说不准，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，也谢谢您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那病人还可以抢救一下子？我看出来的。你眼神挺准的，死过一次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你是抢救我的医生，没想到是他。我当时处于昏迷状态，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为何2次差点误诊了病人？我确定你死了，我还去停尸间仔仔细细、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。事实我还是活了，不是吗？但是那女的你怎么说？要是直接火化了，不就少一条人命吗？她也确实死了，因为她也没想活。她在失去意识前，让我们不要救她。因为我是医生，所以我按照相关医疗规范操作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原来如此，而且救活了，估计25天之内就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。下一次，阎王判官也无能为力了。他看不到血条，竟然能精准预测到女子只有25天寿命，这医生的水平是真的高超。专家都说吸烟有害健康，你是医生，不怕有健康问题？我是专家，也是医生。我已经患了癌症，靠着进口的靶向药物，最多还有不到2年的寿命。姚医生，姚医生，有一个病人出现危急情况。来了。死哪儿去了？我估计走错了，马上过来。
这看起来有些严重啊，怎么回事？阑尾炎，身体检查了吧？检查了，确定是阑尾炎，其他没问题。你家里人呢？你不是本地人吗？我没和他们说，一点小毛病而已。天不早了，你不是很忙吗？你快点回去。好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有事给我发微信。姓名周阳，职务试用期判官，技能血条透视，因私审判初级，灵体压制初级，当前阴德点56，主任务试用期考核，数据考核要求100功德点，当前任务明日凌晨1点前往医院太平间收魂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怕你晚上无聊，而且明天是周末，我也没事，就陪你一起好吧？老子真不想来啊！不如我们打扑克吧。这不太好吧？你看这是医院，虽然晚上人不多，但3个人一起打扑克，声音还是很大的。好呀，你去买扑克吧。哦啊，好，马上去。又是你赢了，我怎么老是最后一个呀？这是你水平不行。不过这次换个惩罚，我罚你去太平间。要不换个惩罚吧，太平间太吓人了，别去了。这有啥难的？去就去。记得现场拍照回来给我们看，可别偷懒儿。这个地方我来过，还算熟悉。别惊吓到老头，万一弄出什么病来就不好了。这种冰冷的感觉和在火葬场一样，冷得连灵魂都要冻僵了。就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掉了5个点的电量，太费电了。快看，我拍了照片，手机快没电了。算你胆子大，再来一局，我就不信赢不了你。承让。终于结束了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现在过去，只要在太平间门口拍一张照，然后回来就行。很简单吧？不会吧？不会不敢去吧？刚才你罚我的时候不是挺勇敢的吗？谁说我不敢？我吴胜男就不服输。他也是阑尾炎吗？是的，不过他已经消炎了，明天就可以手术。老陈，我手机没电了，现在几点了？盛楠怎么还没回来？好冷，怎么这么模糊？我这摄像头怎么了？坏了吗？还好是后置摄像头坏了。不行，角度不对，脸太胖了。真能睡，这种工作也太舒服了，工资肯定不低。不对，不好，坏了！
怎么回事？我走的时候明明没关门。这是盛楠的手机，我刚才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？怎么会这样？刚才在病房的时候他还能活到80岁，现在怎么就剩下10分钟了？盛楠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开门！我知道他不会这么死，一定是被我影响了。我的行为竟然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寿元。给老子出来！难怪看不见，原来尸体压在他身上，两人身材竟然这么像，压得这么严实。妈的，找死！地狱之门开！原来如此，他的魂魄还在体内没有出来，他应该是暂时和尸体融合，等尸体被烧掉，就找吴胜男、李代桃僵，借用他的身体活下去。他果然不想放过吴胜男的身体。这女阿飘怨气这么重，难怪附近的阿飘都不敢靠近太平间。姓名周阳，职务试运期判官，试运期6个月，收100更点。一下子奖励了10个阴德点，这么下去，距离转正就指日可到了。兄弟，荣家出啥事儿了？你上次也见过荣家的人，那小荣总这次找我们，说是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我也觉得奇怪，那个小荣总看起来挺狠的，不应该会出这种事。倒是荣总正当中年，怎么会突然死呢？兄弟，你也觉得荣总死得不明不白吧？我怀疑他是被人用了邪术。这次小荣总找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看看，顺便一下的邪物。有邪物吗？上次那个女阿飘可差点把我搞死。兴许是有，邪物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这小荣总给了我们20万，这次我们5-5分，一人10万。好，没问题，就按你说的来。上次见他还一副孝子的样子，没想到现在气场这么强，果然是荣家的继承人。两位大师辛苦了，先喝杯茶，慢慢聊。怎么回事？他的寿命被不自然的力量干预了，竟然缩短了几10年。荣总看起来没怎么休息啊，是不是家里不干净，扰得你不得安宁？还请两位大师救我，我掌控荣氏集团，可这觉1天都没睡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恐怕撑不住了。这种事就得老周知道，他越表现得重我，别人就越踩破我们的底线。荣家我们也算是熟悉，我观荣总印堂发黑，周身萦绕着阴气，但这客厅里并没有阴气之源。贫道猜荣总房间里应该另有玄机。走江湖20多年，这点小把戏还能难倒我？大师果然是大师，请跟我来，我带两位去看看。荣总还认识东南亚的人，这符纸不是大汗国的手法，倒是南洋那边常用的符文。是的，近些年我们打算涉足东南亚的房地产，所以倒也认识一些那边的人。这布偶娃娃好像在对着我笑，太瘆人了。小荣总，你怎么不早点说？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唉，这也是一时间鬼迷心窍，被贪欲冲昏了头。大师，求你救救我，
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接触这鬼东西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家族财产，防止叔伯兄弟们抢公司控制权。可我没想到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在东南亚流传一句话：你从娃娃身上得到什么，就必须失去什么。你不是不知道，只是被贪欲蒙蔽了双眼。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想睡个好觉。就算有重来的机会，他还是会这么做。这就是人的贪欲，我的直觉不会错。但是，你这布偶娃已经伤过人命，神魂已经成熟，想要彻底解决不好办。你们不要担心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们帮我把事情办了，我再加30万，不，80万，一共100万。100万，这咨询费也太高了吧？果然，所谓的狠角色，骨子里都是胆小鬼。找死！这是姨妈巾，这东西竟然真的有用，可原理是什么？完全看不懂。这就行了，一条姨妈腻就解决了。我这100万是不是给的太亏了？这东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神魂，不入轮回，需要用阴月阴时的女子天魁才能降服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先用镇魂铃迷惑邪祟，这天魁才能奏效。那这东西只是暂时被封印了吗？以后还会作祟吗？不错，这种东西本没有三魂七魄，根本不是一个生命。失去依附的邪灵不被阴间接受，只有打碎他的神魂，才能彻底消灭他。这布偶娃娃你要是想留着也可以，但是切记不要掀开上面的天魁，否则邪祟会再次作祟。不，大师莫要说笑，这东西我再也不想看到了，还是您留着吧。我现在感觉自己轻松了许多，不如大师帮我看看，我的寿命还有多久？这种事情我师弟最擅长，他深得我师傅的真传，看人寿命准得很。劳烦小周大师了。荣总还有甲子寿元，活到80岁不是问题。哈哈，多谢小周大师吉言，长命100岁我不敢想，能活到古稀之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两位大师，钱已经安排好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荣总爽快，这布偶娃娃我就先带走，回去做法事，彻底消灭它。原来那姨妈巾是阿姨的，看阿姨的年纪，不知道这东西还能提供多久。阿芳，你下去吧，把门带上。好的，周老板。知道这3位是谁吗？这可是我们茅山的祖师爷。不知道，我刚接触这些超自然的东西，对这些还不太了解。这3位是茅山祖师3毛君，分别是大毛君毛影祖师、2毛君毛顾祖师、3毛君毛烟祖师。有祖师爷保佑，对付这邪祟就有底气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布偶娃娃美满从小荣总身上吸取的血肉，都是人之精华。这么大块的精华，足以让一个人的寿命缩短40-50年。被你拆穿了，我还以为能蒙混过关。你小子还学会说谎了，不过也没事儿。那小子贪心不足，落得这个下场也是咎由自取。喝杯茶，这是最新上市的红茶，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不了，你慢慢喝，我要回去了，防止辅导员查寝。吃个饭再走啊，我请你，就当庆祝这次顺利完工。不了，谢谢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一想到要和一个喝了陈年姨妈汤的人一起吃饭，我就没胃口，还是赶紧走。今天的茶水格外的鲜美。
点时分了，睡过头了，马上来。荷兰人，天主教信徒，跟荣氏集团小荣总很熟，哈佛留学回来找我们算命，价钱给的足。魔都之星酒店最便宜都1000多，1800。你怎么知道？网上看的，上面空中餐厅，权贵才能预约，一顿5、6千。你好，熟人，上次小宾馆差点被杀，我救过他。听荣环说，你是魔都最厉害的算命师。不算最厉害，只是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那你算算，里面那个女人还能活多久？她活不过24小时。厉害，荣环没骗我。那你看看我能活多久？不出意外，你还有半年寿命，吃好喝好。有办法救吗？没有。我有办法救活自己，你信吗？主会保佑我。放心，耶稣也救不了你。半年后的你，也许就不是你。我只有欧元，折合人民币50万，希望半年后还能见到你们。这荷兰人好像真有点手段。怎么？那人身上有邪法的气息。邪法？当今修行体系大致分汉国佛道、东南亚巫蛊、欧洲基督圣法、非洲巫术、美洲通灵占卜，这些体系分正邪。那荷兰人信的不是上帝，是撒旦。撒旦，我只在影视剧里见过。我是地府判官，洋人阿飘我能管吗？老周，你知道地府长啥样吗？没见过，但那是国人轮回的地方。你能看见阿飘吧？能啊。那小猫小狗的阿飘呢？这倒没注意。动物应该也有生魂，但我没留意过。动物魂魄去哪儿了？按理也该归我判官管。姓名：周阳，职务：试用期参观，试用期6个月，技能：血条透视。主任务：试用期考核，需100功德点。当前任务：0点去2辆公交车收魂。弘阳路公交站，3公里，打车。都快11点了，这趟车按理说早就停运了，没车了，我该怎么上车？快12点了，来了。弘阳路到了，要下车的旅客请从后门下车。刚上车的旅客请往里走。果然有问题，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再绕回来。弘阳路到了，要下车的旅客请从后门下车。刚上车的旅客请往里走。这才是我要上的那一辆，看来真的是死循环。好冷，这个季节根本不需要开冷气。深庄站到了，要下车的旅客请从后门下车。我们坐后面去。这年头还有这种发型？能不能把声音关小点儿？吵死了！说的就是你俩，碍着你勾男人了，
真搞笑！你说谁勾男人？你男朋友一上车就盯着我腿看，你心里没数？婊子！你说谁？我撕烂你的嘴！好了好了，大晚上都不容易，各退一步。呵呵，小伙子，他认识我。2点半了，我上车明明不到40分钟，怎么可能这么晚？时间被扭曲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装什么睡？我没看你。谁信？我一上车你就盯着我胸口，盯着我腿看，你敢对天发誓？好吧，我是看了。师傅停车，让这种人下去。凭什么让我下车？我投币了。兄弟，你还是下去等下一班吧。你说我哪不找死？师傅停车，把色狼赶下去，不行就报警。我是冤枉的，师傅开门。我付了钱，凭什么赶我下去？哎，年轻人，听我老婆子一句劝，忍一忍就到家了。你们都是我孙子辈儿的，给我个面子，都坐下吧。车内应该不到15摄氏度，可所有人都穿着短袖。终点站，紫山墓园站到了，要下车的旅客，请从后门下车。不对，上一站明明是紫村站。走喽，回家了喽。快点回家啊，孩子。快点回家啊，孩子。2008年，已经13年了。那一年我才6岁。快点回家，孩子！还好见过死，不然真崩了。别走了，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抢我生意，你也是我的业绩。我乃地府判官，你敢与阴司作对，必将你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想投胎，就助我擒住他。那拐杖是法器，有法器和没法器天差地别，难怪他们10几年逃不掉。生魂被打出来了，好强！找死！拿来吧你！饶命啊！不知死活，这老太太到底什么来头？她是个孤寡老人，20年前就死了。这里原本是老子村，她家就在这儿。拆迁之后没多久，她就走了。她为什么要把你们扣在身边，不让投胎？他的家人全都死在他前面，执念太深，害死我们之后，就把我们强行留在身边，不准走。裹小脚，清末明初的人，看着亲人一个个先走，执念成魔。我明白了，
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不过，你们有没有未了的心愿？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男友，我死前跟他提了分手，那是气话。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帮我看看我爸妈，他们在子村。我们是福利院长大的，如果可以，替我们看看里面的孩子。我也是半个孤儿，我会的。你们呢？我们想让你去一趟周大秋村，帮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。你们也是周大球村的？我儿子叫周阳，我们死的时候他才6岁，13年过去，应该跟你差不多大。我答应他，第2天带他去吃汉堡，你能帮我带一份给他吗？好，现在汉堡很便宜了，跟一碗炒面差不多。那就好，来世再见，孩子。爸妈！应得加时。因大量债券无法兑现，持有相关股票及债券投资者损失惨重。还好我没持仓 A 股，今天开盘必定大跌。全球化时代，一个大经济体出事，连锁反应躲不掉。怎么，还有客户经理怕客户进股市？我都不想干了。有个做多的用户今天情绪崩溃了，说要跳楼。来了，我的活来了。只是以前没做判官时，这些死人是怎么下地狱的？姓名周阳，职务试用期判官，试用期6个月，当前应得点76，当前任务晚上10点之前抵达魔都证券大厦收魂。晚上请你吃饭，向你请教一些炒股知识。你知道吗，周先生，我这次请你吃饭花了80块，我平时都舍不得吃这么贵的，今天大出血，比我姨妈期出血还多。下次我请你吃点好的。金融民工也不容易，名义上是客户经理，实则就是底层打工人。我们学校毕业的还好，其他人大多只能勉强糊口。对不起，周先生，还让你照顾我。没事儿，我听说魔都证券大厦楼顶风景很好，能看到整个市区，带我去看看呗。好，周先生跟我来。我们大厦一般不让陌生人上顶楼，就是怕有客户想不开跳楼。某总，他是我们营业部的总经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毛总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要站在上面。血条快见底了，这家伙倒是平静的吓人。我等会儿就要跳了，告诉我的客户们，还有我的亲人们，理财的钱我是还不了了，希望他们不要为难我的妻儿。多半是拿客户的钱加杠杆炒股，行情这么差，亏得底朝天了。违反行业规定而已，顶多民事责任，至于吗？毛总，你冷静点儿，你家孩子还等你回家呢。我回去之后，他们就永无宁日了。手机，帮我带给我老婆。
你是？阴德加1，真是玩不起。又是你，跟我回去说两句。怎么哪里有命案，哪里就有他？我只是刚路过，陈督察，说说吧。我看为何会这么巧合？陈警官，真的是巧合。我是魔都证券的一个客户，因为喝了点酒，想去楼顶吹风。那个某总好像是因为帮别人理财亏钱了，今天行情不好。好吧，晚上别瞎跑，要是觉得难受，就去看看心理医生。谢谢陈督察。把他忘了，最近确实太忙，他一直在休假，我还以为他没事了。还知道过来啊？在学校学习的挺好吧？还行。你是明天手术吗？是的，就差你签字了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明明生病了也不和家人说。叫你签个字，别那么多废话。我干脆待到明天陪你做手术吧。一来报答陈静帮忙恢复学籍，二来医院里肯定有不少生魂，正好攒阴德。那好吧，你就住在旁边那个床位。总觉得这里有问题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不错。什么不错？我说这符文不错，这是裴氏养魂术，尸体里面应该有鬼魂的，你没看到吗？上次被我弄到阴司地府了。换作是我先折磨他一顿，再开启阴间地府，送他下去。老周也能开启地狱之门？不过要说一声，这尸体还在这里，说明死人生辰未到。本来做这个的人，估计是想利用养魂术控制神魂不下地狱。然后呢？最后可能通过元尸身或者其他活人身体重生，所以这个重生成功率很高。原来如此，我的知识点还是太薄弱了。明天你来我这里一趟，他现在的尸体对其他长期游荡在人间的鬼魂有很大吸引力，这样下去要出事的。结束了吗？是姚医生，身患癌症还在值夜班，他不死谁死？这个世界果然残忍。他要是多活10年，能挽救多少家庭？医生情况怎么样？节哀，我们和病人都尽力了，你也尽力了。你来给陈静陪护，跟我进来一下。谢谢姚医生，我不抽烟。姚大夫，你知道太平间50号柜躺的是谁吗？糟了，他又不是管理太平间的，怎么会知道？知道，姚丽娟，我妹妹。怎么还没下葬？你跑去太平间看了？就是好奇死人啥样，我之前在里面也住过，就想看看。反正我之前被诊断死亡，在太平间待过也正常，不算撒谎。她是个善良的女孩，可惜老天不公。有研究说，多抽1根烟，寿命就会多减少1秒。我像是那个在意这个1秒2秒的人吗？你相信世上有鬼吗？我可是博士学历，主任医师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相信人死后肯定可以复生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接触过的死人上千了，真的有那么1、2个死而复生的，其中就有你。所以，
你就陪尸养魂。不错，我又没犯法，就算犯法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妹妹还有多久过生日？你妹妹生魂早就下了阴司地府，现在她的尸体对于其他鬼魂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可能要出事儿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大半夜？去逛了逛。问你个事儿，你知道姚医生兄妹吗？知道啊，你也认识？当然了，我和他认识，只不过他年纪轻轻就患癌去世了，今年才30来岁。啊？一家兄妹都患癌，他什么时候过生日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就是好奇，因为我曾经睡在他隔壁。隔壁？他睡50号柜，我睡49号柜。咦，好像就是明天。明天？糟了！但是姚丽娟的生魂已经下了地狱，不可能重生。那要出事的是谁？哦，蛋蛋大学2附院太平间的尸体怎么处理？那尸体明天就过生日了。明天？那么快？是的，但是那尸体的生魂被我打入地狱了，不可能再重生。昨晚听老周说，这尸体吸引生魂，肯定要出大事，得赶紧想办法。你修行水平到了哪一步？啊？水平？我不知道啊，只会算命。瞒不住了，我确实没修行过，还是老实说吧。修行境界暂时分7个境界：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天师、大天使、天人7境。做道士需要985学历吗？当然有本科学历更好，不过我们更需要一个有头脑的人。所以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哈佛。美国哈佛？哈城佛教学院宗教学、道教方向学士。原来就是这个哈佛野鸡大学而已，还装模作样。还是说说修行的事吧。我现在能直接感应到人类所生寿命，但是修行确实是一窍不通。修行确实要靠别人引导，不过想修行必须要入我茅山道门。可惜我师父不收弟子了，我这边还有收徒名额，只是我可不想和你有啥师徒名分。哎，看来我等缘分已尽，以后就是公事公办吧。别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虽然收不了你做弟子，但是收你做记名师弟吧。请我做记名师傅怎么样？开玩笑的，进门师弟也不错。管他有没有资格，先学会修行再说。跟我过来，上香。敬告茅山祖师，弟子周缺引魔都人士周阳入我道门。周阳，男，周大丘村人。他怎么知道我的背景？有些事我都没说过。再敬香。李成，恭喜恭喜，你现在就是我茅山道门弟子，是茅山军弟子。不过暂时还没人间师傅。是自己人了，我也该领取入门大礼包了吧？我的目的就是修行，赶紧给我入门教程。我给你发了一份电子版文件，你好好看看。老骚货，凭借我的智商，自学这个应该没问题。道门修行起步是练气，要先感应气，就是这种感觉。1、2、9，延长9寸，这天赋也太恐怖了吧？难道是茅山祖师转世？这算是入门了吧？不知道别人需要多久入门，反正我只花了1刻钟。真不考虑做我的徒弟，到时候给你茅山真传，未来这茅山掌门之位也不是不可能。别，我对茅山掌门之位没兴趣。这踏入练气期了，也该学习几手战斗道法了吧？你学啥战斗道法？练气期主要就是掌握一点简单驱使法门。我教你2招，但是不得外传，听见没？
就这么用，对吗？不错。今晚就是姚丽娟的生日，我和你去一趟。我怀疑今晚的家伙不好对付。给你。给我干嘛？这是法器，我给你做了法，活人用非常合适。给你太好的法器，你也驾驭不了。打阿披倒是方便，就是太占地方。要是能伸缩就好了。别嫌弃，很多刚入门的修行者10几年都没有法器，只能用符文对敌。你这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。好吧，现在过去吗？今晚估计会吸引大量有复生执念的阿飘前来，那具尸体就是完美的容器。只不过陌生生魂进入后，一般都会变成行尸，危害极大。行尸我知道，茅山真解里有介绍，难以灭杀，不怕普通枪弹，必须毁掉心脏和大脑才能彻底消灭。尸体呢？今天晚上12点之前，必须找到这具尸体，不然后患无穷。跟我来。大叔，姚大夫妹妹的尸体是运走了吗？好像是被运走了，记不太清了。大叔，拿去吃点好的，再好好想想。记得了，记得了，是被学校的车运走的，就是蛋蛋大学的车。走，去医学院。我怀疑姚医生打算在学校里复活他妹姚丽娟。很有可能，医院人多眼杂，确实不方便做这种事。1楼没有2楼没有，3楼没有，4楼没有，5楼不要分开，分开必出问题。姚医生，开门吧！你这样做是无法复活你妹妹的。妹妹啊，哥哥能做的就这些了。出门吧。完了，来晚了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一山不容二虎，他们在尸体内肯定会争斗。怎么会？没有心跳，没有血压，为什么会睁眼？后来院里被吃掉了。这么说，尸变已经无法阻止了。除非我们能在3分钟内打开这扇铁门，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不可能的，姚医生既然选在这里，肯定做好了准备，尤其是被我们发现之后。这具身体得了癌症，就算复活也活不了多久。要是能换一具就好了，比如吴胜男的。只要能让妹妹多活1天，哪怕是1个月，我也愿意。这要弄到什么时候？这些怨灵怎么跟疯了一样？这怨灵的修为接近50年了。妹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哥哥。姚医生，快出来！他要喝血，他不是你妹妹了，快出来！你记得快出来！再不走就死在这里了。
抓弯了，这得多大的力气？跑，快跑！啊！疼死我了！怎么可能？这根本不是人，是鬼。总不能从5楼跳下去，与其摔死，不如拼一拼。他好像特别渴望姚医生的血，难道是因为姚医生给尸体注射了自己的血？谢谢你帮我暖了身。这声音太诱惑了，浑身都不对劲。鸳鸯是鸳鸯。啥是鸳鸯？按道理，愿将上面应该是愿望才对。等了多少年，才等到你这样的容器。老周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东西比院将还厉害。啥也别干，等着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只能看他想干什么。出来。应得加10。不好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好了，这怨气太凶了。姚医生，你妹妹的尸体，我看到了。从小学到博士，从实习到主任医师，我从未见过学过这样的事情，太颠覆认知了。没办法了，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掌控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走了，我实在太累了。魔都证券大厦，我去过啊，除了上次有人跳楼，没发现任何诡异啊。果然，又是这里。孙美美，怎么回事？业绩怎么这么差？就一个客户。行情这么差，我们能吃老板就不错了。孙美美刚毕业，哪有客户啊？不知道那个某总想的什么？你这个废物也留在公司，我可不会惯着你。给你1周时间，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，达不到自己离职。散会。您好，孙女士，您的信用卡逾期了，我们将上传您的逾期征信，这会影响。对了，魔都证券大厦的任务。孙美美在那里上班，问问她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喂，怎么啦，杨洋先生？挺开心啊，孙经理。想找你了解点事情，就是关于魔都证券大厦的一切情况。我在公司
你来公司问吧。刚好晚上没事儿，趁孙美美没下班，去大厦里看看。诡异的事情一般晚上才会显现。下去看看吧，跳下去，下去就是自由。接一下，现在立刻，马上。我说我没化妆吧？素颜也挺好看的啊。我还有个炒股软件的问题不会操作，另外我晚上没吃饭，能请我吃一顿沙山大坐垫吗？好啊。好，现在下来接我，不要挂视频。还好还有救，他的情况肯定不正常，绝对是被什么东西影响了。今晚就一定要非死不可吗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说，你明明打算跳楼自杀，还装出一副无视人的样子，累吗？我是个废物，我干啥也不行。爸爸治病没钱，信用卡还不上，我没用，我还吃的贼多，我就是浪费空气的那个人。我听说最近你们行业不好做，是要裁员了吧？今年行情确实差，金融危机已经有苗头了，裁员很正常。还好我3年后才工作，到时候环境肯定不一样了。毛总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表面笑着，心里早就崩溃了。是的，我马上就要失业了，现在行情这么差，我失业了就找不到工作了。看来让他哭出来，释放压力还是有用的。这有啥？我有个朋友公司正缺人。什么公司啊？做什么的？是一家创业型的科技公司。那很好啊，科技公司有前景，比我现在这份工作强多了。那做什么业务的？主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以及异种生物和能量的探索。我不信，你骗我，你只是怕我跳楼，故意编出来骗我的。我给你打电话问，现场问，肯定做不了假。该死，走太匆忙，手机关机了。用我的手机。这备注还挺可爱。好在记着老周的电话，现在记忆力改善，击穿数字太简单。喂，老周，我是周阳。师弟啊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是不是又有生意介绍？说吧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老周皱一下眉头就不是男人。那倒不用，就是我有个朋友想找份工作，你公司不是还缺个行政或者人事吗？我介绍他过去。怎么，这点忙都帮不了？那我们散伙吧。别挂别挂，我招人。刚才我就是在抠脚，没反应过来。说说吧，你开多少工资？3000，包吃包住。糊弄鬼呢！底薪7000，14薪，就这么定了，还要提前预支1个月工资。好吧，明天让他来上班，谁让你是我师弟呢？你看，是真的吧？没骗你吧？底薪7000，你真敢说？还有14薪，这都是走了你的后门吧？所以啊，你说要跳楼，傻不傻？这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？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我帮你做事儿是对你有需求的。他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？不过他长得也不难看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大厦的事情，我要找你了解大厦的异常，帮我完成任务。疼，你轻点儿。疼就对了，你要是真跳下去，首先会感觉麻木窒息，还没来得及疼，就见阎王爷了。滚你丫的，发型都被弄乱了。有阴气，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浓多了。上次我还没修行，对阴气一点都不敏感，现在一进来就感觉到了。你打算跳楼之前，有没有感觉哪里有异常？
比如奇怪的声音、奇怪的感觉。有，我感觉有人在我耳边说话，轻轻的，像是在蛊惑我，让我上楼，让我解脱。果然，和我想的一样，毛总跳楼之前肯定也听到了这种声音。这里的死亡人数平摊到每年其实不多，人们看个新闻，吃顿饭就忘了。大厦运营方在刻意隐瞒，异常自然就被淡忘。我猜这里的诡异力量不会主动引诱正常人寻死，只会找那些精神崩溃、走投无路的人下手。死亡人数越多，它的力量就越强。系统让我绝尸搜魂，按理说系统只管生魂，不管尸体，除非生魂还困在尸体里，就像姚丽娟那样，还有我不知道的存在。大厦20多层，一个个凿墙检查不现实，很多办公区也进不去。孙妹妹也没有那么多钥匙。完了，忘了带拐杖了，还在寝室放着，那可是我的法器啊！这里的阴气太浓了，快成为阴邪巢穴了。巢穴？阴邪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感觉到有阴气。不错，就是阴邪巢穴，阴气聚集不散，肯定有邪祟在这扎根了。这罗盘上的符文，我只能看懂一点点，应该是用来识别、探索阴气的法器。果然是专业的。这里就有邪祟吗？指针指着这边。不是，罗盘是2维的，而大厦是3维空间，指针只能指方向，不能指楼层。我们得一层层找。果然没选错，周阳的朋友真的有本事，看来这座大厦真的有问题。有阴气，但不是邪祟之源，一层层查太费时间，也不现实。你说，之前大多数死者都是选择跳楼，而且孙小姐在办公室也听到过莫名的声音。是的，毛总就是跳楼死的。孙美美也听到了蛊惑她的声音。那就去她公司看看。她听到声音的地方，离邪宿之源肯定最近。卫生间，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公司的卫生间，分男女的。问题就在这堵墙壁里。你们公司卫生间的墙壁也太厚了吧？是怕男的打破墙壁跑到你侧来吗？好像确实太厚了，之前没注意，现在想想确实不合常理。平时大家都只顾着上厕所，谁会注意墙壁厚不厚？就算注意到，也不会多想。有不大的空鼓声，实心墙壁绝不会是这种声音，这里面是空的。可以确定，问题就在这里面。邪祟之源，还有你要找的尸体，应该都在这墙壁里。只能锤开了，虽然是空的，但一拳打碎也不现实，得找工具。有消防锤，我去拿。这要是砸开没有异常，你估计要赔钱了，毕竟是公司的墙壁。不管他，明天老娘就不干了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周大师。这座大厦这么邪门，就算不砸墙，我也不想再来了。何况周阳帮了我这么多。孽畜，敢在此作祟！要不，咱们跑路吧？这邪祟太厉害了，我对付不了。走，先跑出去再说。开门！快开门！没用的，这是加厚版的防弹玻璃门，砸不开的。从后门试试，后门通着大厦1楼大厅，大厅不会关门。老周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？你不至于这么弱吧？我知道你战斗意志不强，但肯定有后手。有，但必须知道这邪祟是谁。只要喊出他的名字，生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实力会瞬间减弱。那时候我们才有机会突围，甚至制服。为什么喊名字就能减弱他的实力？这是行内规矩，生魂喊人，人不能回头，一回头就会被勾走。人喊生魂，生魂不能答应，一答应实力就会受损，甚至现形。好。
我们去找他。好恶心，太可怕了！快看，里面有东西！它动了！它动了！尸体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，就这么莫名消失了。他肯定还在这附近，我们小心点。那是什么？不如一起死吧，与墙壁永存。好冷啊，里面也好黑。原来如此，死吧！杀了你们这些凶手！我好孤单啊，我好痛苦啊！太可怕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顾心怡！报警吧，这件事该交给督察来处理了。不好！这是在搞灯光秀吗？大半夜的，挺诡异啊。不知道啊，拍下来发朋友圈，说不定能火。这不是灯光秀，是大厦的阴气爆发了，像是被人打开了阀门，积蓄了这么多年的阴气全涌出来了，里面肯定还有大量的诡异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阴气爆发，里面还有诡异，我们要不要赶紧离开这里？看楼顶，那是黑衣男，他身上的气息是周家村那道黑灵。没错，就是那道黑灵，他竟然夺舍了一个道士，难怪能操控阴气，炼制干尸，原来是借了道士的肉身和术法，才能有这么强的力量。周阳、周缺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能追到这里。周家村没困住你们，这证券大厦倒是成了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你夺舍道士，操控阴气，残害无辜，炼制干尸。今天，我绝不会让你再为所欲为。没错，今天必须彻底除掉他，不然还会有更多人丧命。孙妹妹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注意安全。我们两个上去对决。你们小心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要是有危险，一定要喊我。
黑灵，你夺舍道士的肉身，滥用术法，残害顾心怡，还引动大煞阴气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彻底消灭你！替天行道，就凭你们两个，周家村的封印都困不住我，这小小的证券大厦，还有你们，都只能成为我增强力量的养料。孽障，休得放肆！看我符咒降你！黑灵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我们群生在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孽障受死吧！小心，他借了道士的术法，能操控阴气聚集攻击，我们不能硬拼，得找到他的弱点。不自量力，这点小术法就能困住我？不，我不甘心！钟家村困不住我，你们也不能！我要让所有人都陪葬！作恶多端，今日必除！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再逃掉！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！那道黑灵终于被彻底消灭了。黑灵是除掉了，但这大厦里还有不少残留的阴气，还有那些被阴气影响的诡异，我们得尽快处理，避免再有人受到伤害。周阳，怎么又是他？每次有他在都没什么好事，这次的案子肯定不小。是你打的安全调查局电话吗？是的，督察。你的意思是，周阳发现这里有生魂，然后让这个男人来驱生魂，最后找到了生魂，还看到了生魂播放的视频？是的，督察，都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头，卫生间里的干尸确实有问题，尸体干瘪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水分。你是什么人？在这里做什么？督察您好，我是茅山科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，周阳是我们公司的新任总经理。我们主要从事科技与文化领域。大厦里的干尸是我们用最新的量子探测储技术发现的，而且我们怀疑这栋大楼里可能还存在不少这样的干尸。你说里面还有异常，拿出你们的技术证明给我看。量子技术，我看就是神棍骗人的。不过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姑且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督察，这件事我们可以做，但是俺们也是民营企业，总不能让马儿吃草，又要让马儿跑吧？我们的技术也是有成本的。可以啊，老周，这时候还不忘宰一笔，太懂了。
按照本市规定，提供一个命案价值线索，奖励10万元。能找到多少，就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警官，您得跟着我们一起进去，最好多带几个督察，里面不安全。果然是个半吊子，还怕事儿。不过也好，有我们在，也能盯着他们。就这里了，里面有东西。看，那是衣服，里面有衣服。总部呼叫支援，地点魔都证券大厦，发现多具尸体，请求增派人手和法医。我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23人被分别封印在墙壁里，太诡异了。应得加230。恭喜完成主任务，恭喜转正。不可思议，今天一天就赚了230点阴德。生死簿，我竟然能雀跃生死簿！感谢你们，如果不是你们，这些尸体不知道还要被埋多久，这些冤屈也无法昭显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一个人10万，23个人就是230万，这笔生意太值了，还打通了官方渠道，以后不愁没业务了，发财指日可待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魔都证券大厦门口。据了解，这里挖出了20多具干尸，案件十分诡异。我现在估计连辞职报告都不用交了。经过今天这事儿，公司肯定不会留我了。没事儿，欢迎加入我们茅山科技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公司的人了。7千底薪14薪，1分都不会少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周阳，这个薪资已经超过很多人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天都亮了，吃个早饭我就要回去上课了，可不能再迟到了。要是被老师点名，这门课就挂了。老周，我看那些生魂被挖出来的时候，都十分惧怕督察。我要是当场喊出死者的名字，是不是就得被请进去喝茶了？你觉得督察这个群体就只是普通人吗？肯定不是，但是具体有什么不一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法国之制度，督察国之重器，法授予其执法的权利，妖魔鬼怪莫敢不从。他们身上的正气就是最好的护身符，也是邪祟的克星。不可承受的孽障，看来邪祟也有自己的忌惮。以后我作为判官，既要拘押怨灵，也要守住底线，不能肆意妄为。